最近这个特朗普啊，用武力去抓这个马杜罗，闹得是沸沸扬扬的。马杜罗的命运已经注定了，没有人可以拯救得了他。一个是己土，一个是乙木，天干是相克的，地支是相冲的，是天克地冲，就天生就是不合的两个人。特朗普这把是洋人加煞，当然是要动武了，还有什么好说呢？这些人被他盯上的哪个不死？西元封地震，启发的真的是虚剑害是天罗地网，一尘脱俗啊！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道源观觉的频道。Hello， 大家好，我是调研。道源老师，最近这个特朗普啊，用武力去抓这个马杜罗，这个事闹的是沸沸扬扬的，大家都应该知道了，都在聊这个政治啦、经济啦。其实我是想，因为我是一个玄学爱好者嘛，想通过玄学的方式来关心一下这两位的命运是不是早就注定了他是要正面去硬刚的。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特朗普的八字，他是丙戌、甲午、己未、己巳。那么这个八字呢，就是极度的身强，官旺，印也旺。命格是非常非常好的，是在现在他走的大运是壬寅，壬寅呢又财旺，财又来生官，官来生印，印来生自身，所以刚之一气的大运。现在的流年乙巳年，那乙巳是这个七杀，所以财来生官杀，那么官杀混杂，所以他做出很极端的事情呢，也不足为奇。因为这个人呢，八字上面可以看得到，一定是很果决的，很果断的。然后的话，做事是不计任何后果的。那再看马杜罗的八字啊，壬寅、辛亥、乙丑、壬午，那大运丁巳，他的那个八字呢，乙木生于亥月，亥月是冬月了。对，冬的一木的话，就像冬天里面的这个花草，它肯定是生长不旺的。那还好的是什么？因为它生于午时，那么午时是要火的。对，然后的话，这个天干的年柱上面的壬寅。寅木是生了这个石柱的这种丁火，所以这个八字呢在地支上面呢，其实实际上有点软硬，所以呢乙木才可以得以成长。辛金为七杀，那壬水为印，所以它是一个杀印相生的八字。但是在这个杀呢没有根，杀不通根的情况下面的话，就是表面上的这种权利。七杀配印，那就代表他很冲动，所以你就看到他做很多的事情，其实都很鲁莽。当总统以来，他的经济做得很差，所以八字从命格来讲的话，他们两个人，一个是己土啊，一个是乙木。那你知道木的特性，它是天生要去克土的。马杜罗和这个特朗普的八字的组合就叫七杀共生。你看，天干是相克的，地支是相冲的，丑未冲，己未和乙丑是天克地冲，就天生就是不合的两个人。对，所以你就看得到，就是马杜罗在过去的一些这个言行举止上，其实都是挑衅特朗普的。对，啊，包括模仿他跳舞啊，包括这个喊话这个特朗普去扎他啊，这种事情啊，这个命运的神奇啊，就让他们做了一件就是震惊世界的事情。从来没有一个总统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到别人主权的国家，把人家的总统这个抓过来。那如果我们抛开他们的个人这个命格啊，从国运风水来看，那这个马杜罗的八字属于一个阴寒的一个特质嘛，这和委内瑞拉的这个国土风水是不是有呼应呢？是不是相当于说它的气场会偏弱一点点？委内瑞拉既属于安第斯山脉的龙脉分支线，在委内瑞拉地下全是石油。我们易经里面有一卦啊，水火是既济卦，那火水又是未济，那么石油它有火的属性，它有水的液态，所以它既是既济又是未济。过去在80年代委内瑞拉那个时候走既济卦的时候，那么既济卦就是阴阳平衡的，所以那个时候它能够是这个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那么后来到了80年代后以后，它水火开始不平衡了，变成了未济卦。那么未济卦就代表这个国家的命运不太好。如果一个国家都在走衰运的话，那这个国家的领导人，那当然也不会太好。就比如说我们在过去我们明朝的崇祯皇帝，他虽然贵为皇帝，但是这个国运不行的时候，你皇帝也一样落难。所以后面的所以来的总统，就是马杜罗的上一任总统的执政也不是很好。然后再加上马杜罗，我们刚刚从他的八字上面看，没有食神和伤官，代表他的才华是有限的。那特朗普的八字刚刚说的是火土比较旺的嘛，也属于是比较阳刚的一个命局吧。那这和美国落基山脉的龙脉的阳刚的气场是不是已经契合好了？然后就相当于说，它会让他更加的有这个果敢和冲动呢？
美国的落基山脉是美洲的龙脉的核心，它的那个地脉本身就比较阳刚，而且是什么？和五大湖水啊龙脉相生，那契合这个特朗普的火土万象的这个强势的命格。就特朗普的火土万象的这个强势的命格呢，在丙午年呢，国运与个人的命运形成这种强烈的那种共振，所以他在这个2025年的年末的时候开始发力了。对，我们讲农历的年末啊，是对，其实实际上是2026年的阳历的时候，2026年是这个赤马红阳节了，它就代表动乱了，它就形成了迅速的向外扩张的这样子的气势。那其实这个石油也是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财富，也是他想要拥有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他肯定也是借此就是想获得委内瑞拉的一些石油资源。他不是宣称就是委内瑞拉偷走了美国的石油吗？对啊，对啊。美国人一贯打的就是一是金融战争，二是能源资源，然后再是就是高科技，是吧？芯片战争，对吧？为什么他一定要把这种传统的石油资源掌握在自己手里呢？因为我们其实现在也有一些新的能源，不去研发这些新的能源，反而去把这些旧的这种传统石油放在自己的这个重要战略地位上面呢？因为全球现在的话，所有的工业体系还是要用石油去推动啊。你控制了能源，基本上就要控制了这个世界的经济的这种走向。但是现在像我们汽车啦，就会有一些新的能源会出现，像也有氢气，然后也有这个电池。所以你所看到的只是在我们中国是一个特例而已，它还没办法去和这个石油去相媲美，因为它量还不够啊。因为新能源还在探索阶段，而美国好像现在稍微落后了我们一点点。对啊，我们知道美国的制造业，它肯定是要落后我们的，是，因为美国制造业已经在很多年前移到了中国，移到了印度，移到了有人口红利的这样发展中的国家，而中国刚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在制造业做到了崛起。所以在这一波的能源大战之中，你会发现我们好像走到了美国的前端。那么它保留的是它的什么金融体系？我们知道美国通过控制汇率，然后实现了美国的经济腾飞几十年，所以美国的经济泡沫是非常非常大的。明白了，就是其实它是有危机感了，他不想说被中国再超越掉了，然后所以说要掌握一些大部分的传统能源掌握在自己手里。我认为美国一直都有危机感呢，所以美国的金融体系还是很强大，是美国的军事力量依然很强大，所以你看到它可以去颠覆一个主权国家，把人家那个总统给抓到，那你想，它的军事力量都非常非常的厉害。当然了。那其实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八字上面来，这马杜罗的八字它是水木旺而火弱，相当于口头比较强，就纸老虎的类型。遇到像特朗普这样的这种刚硬的，就会被完全吃住。阴寒的气场呢，遇到了强势的阳刚这种气场呢，容易就被压制。特朗普这八字官印相生的八字，有阳刃加煞，那当然是要动武了。然后我们再看这个马杜罗，马杜罗虽然是杀印相生，但这个印是一个寒冷的，对他自己没什么帮助。就像你冬天你要给这个花去浇水，浇得越多，它死得越快，它就死得越快。这个印不但不会帮身，反而会害身。害了自己。印就代表权力啊，所以因为权力害了自己啊。再比如说，你看他为什么不抓副总统？就是因为他是最大的那一个。对，如果说他有一个大师给他算一下，如果能够辞职或者向美国示好，那么就可以避免了。你就可以避免。所以你说八字之中，我们的命运是不是注定的呢？是冥冥之中就已经是牵好线了。对，但是如果你遇到高人去做指点的话，其实还可以躲过这一劫的。就是其实我就觉得说，一个人的命运是注定的嘛。那其实你能在某个节点上做一个很细微的调整，可能都会导致你后面的一些事情不会发生，或者说做出一个比较大的改变。是的。那我就总结一下，其实这两个人的八字相对来说其实是相冲了很多年了，就一直在暗暗的较劲。偏偏在2026年动武呢，是因为刚好走到了这个特朗普的阳刃架杀，然后就会导致说，特朗普说，我直接一个看你不顺眼，我把你抓过来了，你能怎么着吧？就直接是也符合这个特朗普冲动的一个特性了。对，符合他的八字呢。是，那道然老师就结合两个人的八字和2026年和2027年这个赤马红羊的运势，帮我们去预言一下特朗普掌控委内瑞拉之后，短期和长期的运势会不会有什么变化？那特朗普明年2026年走丙午运，是，那丙午运是火太旺了，那火太旺的话就会收身啊，这个土就会变成燥土嘛。而今年丁未年呢也是一样，
对吧？也是虎头望相啊。所以你知道，就是先生有个判断，2026年的中期选举，我认为特朗普会失势，所以特朗普的后时代，我并不太看好了。那我们这个马杜罗的命运又会如何呢？他到底有没有机会逃脱这个特朗普的魔爪？有没有逢凶化吉的一个可能呢？马杜罗是乙木命，亥木本身像阳，但是呢，如果多了，那就不是亥木像阳了，火会什么烤焦你。马杜罗的命运其实已经注定了，没有人可以拯救得了他。丁位下面以后就走戊申，戊申又是什么？又是财来坏印。那印破坏了，他连回到自己的国内这种都没有了，所以应该委内瑞拉可以改选总统吧。听老师用八字和玄学预言这后续走向之后呢，我真是大开眼界。今天也学到了很多这些政治知识也好啦，我们的八字知识也好啦。如果大家想要说听道元老师讲更多的一些学术上面，或者说我们的政治方面的一些知识点的话，都可以去添加我们的 WhatsApp， 加入我们的群聊，然后也可以去添加我们 WhatsApp 联系我们的道元老师，去看一下自己的运势如何呀。那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也感谢道元老师今天耐心的解读和耐心的讲解。好了，我们下期见，拜拜。拜拜。